您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？傍晚5點多，超市裡人來人往，您站在冷凍櫃前面，手裡拿着一包冷凍青花菜，翻過來看看價錢，再抬起頭看看不遠處生鮮區那一顆一顆翠綠漂亮的新鮮青花菜，心裡開始拉扯。冷凍的便宜，又不用洗不用切，可是總覺得冷凍的東西放那麼久，營養早就跑光了吧。吃冷凍蔬菜好像是在敷衍自己的身體。新鮮的雖然貴一點，至少吃得安心。猶豫了半天，最後您還是把冷凍蔬菜放回櫃子裡，多花了幾十塊，拎着新鮮青花菜回家，覺得自己做了對健康負責的選擇。這樣的畫面每天在全台灣的超市裡上演幾千次幾萬次。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被教的就是菜要吃現摘的，魚要吃現撈的，冷凍2個字聽起來就矮人一截。如果您也做過這樣的選擇，今天這支影片可能會讓您改變想法。因為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實驗數據告訴我們一件事，冷凍蔬菜的營養不但沒有輸給新鮮蔬菜，有幾種蔬菜冷凍的版本反而營養保留得更好，價格還常常只要新鮮的一半，甚至更便宜。今天我們就把這件事從頭講清楚，一共會談到5種買冷凍反而更划算、更營養的食材，包括毛豆、菠菜、青花菜、玉米，還有藍莓。每一種都會告訴您背後的理由，後面也會教您怎麼挑冷凍蔬菜，怎麼解凍才不會把營養白白流掉，還有哪些蔬菜還是乖乖買新鮮的比較好。最後我們來實際算一筆菜錢，您會發現1年下來省的錢比您想象的多很多。先從那個最根深蒂固的觀念說起，新鮮的一定比較營養。這句話聽起來理所當然，但它漏掉了一個關鍵的問題，就是您在超市買到的新鮮蔬菜到底有多新鮮？蔬菜是活的，從田裡採收下來的那一刻起，它就離開了根部的水分和養分供應，可是它體內的酵素還在運作，呼吸作用還在進行。這個過程會不斷消耗蔬菜自己儲存的營養，其中流失最快的就是大家最在意的維生素 C。維生素 C 是水溶性的營養素，怕熱、怕光、怕氧氣。偏偏蔬菜採收後，這3樣一樣都躲不掉。以菠菜為例，這是營養學研究裡最常被拿來做實驗的蔬菜之一。研究發現，菠菜採收後放在室溫下，短短1天，維生素 C 就可能流失30%以上。就算放進冰箱冷藏，1個星期下來，維生素 C 也可能只剩下原來的一半左右。葉酸、維生素 B 群這些同樣是水溶性的營養素，命運也差不多，每過1天就少一點。這個流失是無聲無息的，蔬菜不會變色，不會發臭，來提醒您，它外表看起來還是一把好菜，裡面的營養卻像漏氣的輪胎，慢慢消下去。那您再想想一顆青花菜的旅程，清晨從產地採收，裝箱送到集貨場，半夜進批發市場拍賣，天亮後由物流送到各地超市上架，然後在生鮮區的燈光下等您把它買回家。這中間順利的話也要2-3天，遇到週末或連假，常常已經過了3天到5天。菜販會用碎冰灑水讓它看起來水當當，但那只是保住外觀的水分，擋不住裡面營養素的分解。買回家之後，很多人還會在冰箱裡再放個2-3天才煮，等到真正下鍋的時候，這顆所謂的新鮮蔬菜其實已經是採收後1個星期的蔬菜了，營養早就悄悄打了折扣，只是它外表看起來還是綠的，我們就以為它還是剛採下來的樣子。冷凍蔬菜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路，正規的冷凍蔬菜工廠通常就設在產地附近，蔬菜採收下來，短短幾個小時之內就送進工廠。第一步，先用熱水或蒸汽快速燙過，這個步驟叫做殺菌，目的是讓蔬菜裡的酵素停止作用，就像幫蔬菜按下暫停鍵，同時也順便殺掉表面大部分的微生物。第二步，馬上進行急速冷凍，在攝氏-30度到-40度的環境裡，讓蔬菜在很短的時間內凍結。這裡有個關鍵，溫度降得越快，蔬菜細胞裡形成的冰晶就越小，對細胞壁的破壞就越少，營養和口感就保留得越完整。家用冰箱冷凍慢，冰晶大會把細胞刺破，所以自己凍的蔬菜口感差。工廠的急速冷凍就是贏在這一點。
之後產品全程保存在攝氏零下18度以下，從工廠、物流車到賣場的冷凍櫃，一路不斷鍊，在這個溫度，酵素幾乎不作用，細菌不生長，營養流失的速度變得非常非常慢，可以用月來計算，都只掉一點點。換句話說，冷凍蔬菜等於是把產地現採的那一刻直接打包送到您家，中間跳過了市場裡那好幾天的等待。所以真正公平的比較，不是新鮮對冷凍，而是放了1個星期的新鮮對採收後幾小時就凍起來的冷凍。這樣一比，勝負就沒那麼理所當然了。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食品科學團隊做過一系列很有名的實驗，把市面上買得到的新鮮蔬果和冷凍蔬果拿來實際檢測，比較維生素 C、維生素 B2、維生素 E 這些營養素的含量，結果發現兩者整體上不相上下，而且在一部分的項目裡，冷凍蔬果的含量反而比冷藏了幾天的新鮮蔬果更高。這就是今天標題說的翻案，不是冷凍蔬菜突然變厲害了，而是我們以為的新鮮，其實沒有想象中新鮮。當然，話要說得公道，殺精這個步驟確實會讓一部分水溶性維生素流失，大約1到2成，這是冷凍蔬菜付出的代價，但它換來的是後面好幾個月營養幾乎凍齡不動。而新鮮蔬菜雖然一開始沒有損失，卻是每過1天漏一點，每過1天漏一點，一路漏到您下鍋為止。一個是先付一點頭期款然後鎖住，一個是細水長流地漏光，時間一拉長，冷凍反而占上風。至於葉黃素、胡蘿蔔素這類脂溶性的營養素本來就比較耐熱耐凍，冷凍保存幾乎不受影響。膳食纖維和礦物質像鉀、鎂、鈣更是完全不怕凍，冷凍前後幾乎一模一樣。講到這裡，順便回答2個很多長輩心裡的疑問。第一個，冷凍蔬菜是不是加了防腐劑才放得久？答案是不需要。攝氏零下18度以下，細菌根本沒辦法繁殖。冷凍本身就是最古老、最天然的保存方式，跟阿嬤時代曬菜乾、醃鹹菜是同一個道理，只是換成用低溫，而且不用加鹽。正規包裝的冷凍蔬菜，成分欄常常就只有蔬菜本身這一項，您翻過來看就知道。第二個，冷凍蔬菜是不是拿賣不掉的爛菜去做的？剛好相反，冷凍加工講究的是規格化，蔬菜要大小一致，成熟度剛好才能進產線，很多還是工廠跟農民契作，指定品種專門種的，尤其外銷等級的產品，檢驗比市場的散裝菜還嚴格。把這2個心結打開，我們就能安心進入今天的重點，5種買冷凍反而更好的蔬菜，一種一種講。第一種，毛豆。這裡要先跟您說一件很多台灣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，台灣的冷凍毛豆是外銷日本的冠軍產品，在日本市場常年拿第1名，每年替台灣賺進超過20億元的外匯，農業界都叫它綠金。日本人對食品品質的挑剔是出了名的，他們願意幾十年來一直跟台灣買冷凍毛豆，這本身就是最好的品質保證。台灣的毛豆主要種在高雄、屏東一帶的專區，為了搶新鮮度，農民常常是天還沒亮就下田，用大型機械採收，採下來的毛豆在4個小時左右就送進工廠，完成殺精和急速冷凍，把甜度和營養整個鎖住。這個採收後4小時內冷凍的速度，是市場上任何一把新鮮蔬菜都比不上的。毛豆本身是豆類裡的優等生，蛋白質豐富，又有膳食纖維、卵磷脂和大豆異黃酮，對熟齡朋友維持肌肉量特別有幫助，很適合當做點心或加菜。反過來看，市場上帶夾的新鮮毛豆，從採收到您買到手，風味和養分一直在流失，買回家還得自己剝自己挑。買冷凍毛豆等於是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出口等級的品質。吃法也簡單，帶夾的滾水加一點鹽，煮2-3分鐘，就是配茶的好點心。剝好的毛豆仁炒豆乾、蒸蛋，煮粥的時候撒一把，顏色漂亮，蛋白質也順便補到了。小提醒，毛豆的蛋白質和鉀都不低，腎臟功能不好，被醫師交代要限制蛋白質或鉀的朋友，吃之前先跟醫師或營養師確認分量。痛風正在急性發作的時候，豆類也先暫停，等發作過了再正常吃。第二種，菠菜。前面說過，
菠菜是維生素 C 流失速度數一數二，快的蔬菜冷藏1個星期可能只剩一半。菠菜另一個寶貴的營養是葉酸，葉酸參與造血，也和心血管健康有關係，對熟齡朋友很重要。而葉酸跟維生素 C 一樣，怕光、怕熱、怕久放。冷凍菠菜在採收後幾個小時內就處理完畢，把這些嬌貴的營養素通通凍住。國外的檢測就發現，冷凍菠菜的維生素 C 和葉酸含量常常比在架上放了幾天的新鮮菠菜更高。而且冷凍菠菜通常已經洗好、切好、燙過、煮湯、炒蛋，下面線的時候抓一把直接丟進去就好。對不方便久站備菜的長輩來說，省力非常多。牙口不好的朋友也會發現，冷凍菠菜煮起來特別軟嫩好入口，拿來煮菠菜豬肝湯、菠菜文仔魚粥，都是很適合熟齡朋友的家常吃法。這裡也提醒一句，菠菜這類深綠色蔬菜的維生素 K 比較高，有在服用抗凝血藥物的朋友，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每天的深綠色蔬菜量要保持穩定，不要忽多忽少。有疑問就帶着藥單去問醫師或藥師。第三種，青花菜。青花菜最有價值的是它含有的含硫植化素，也就是常聽到的蘿蔔硫素的前驅物質。另外還有豐富的維生素 C 和葉黃素。新鮮青花菜有個大麻煩，它採收後的呼吸作用特別旺盛，可以說是蔬菜裡的過動兒。放在室溫下，營養消耗得飛快，花蕾很快就發黃鬆開，所以菜販都要用碎冰冰住它。冷凍青花菜在產地就切成一朵一朵，殺青後急速冷凍，維生素 C 的保留率相當好。更實際的是處理問題，新鮮青花菜的花蕾縫縫裡常常躲着小蟲和菜屑，要泡鹽水，要沖，要刷。很多人洗一顆青花菜要花上10幾分鐘，眼睛不好的長輩更是折騰。冷凍青花菜在工廠已經清洗處理過，開袋就能下鍋，用電鍋蒸個幾分鐘，淋一點蒜末醬油或和風醬，一盤互心互眼的配菜就上桌了。還有一點留到後面細講，颱風過後，新鮮青花菜的價格常常翻倍，冷凍青花菜的價格卻幾乎不動如山。第四種，玉米。玉米的重點在一個字，甜。甜玉米採收之後，裡面的糖分會很快轉變成澱粉，這是它本身的生理機制。所以老一輩常說，玉米要現採現煮才甜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放了3、4天的玉米，甜度明顯下降，口感也變粉變韌。冷凍玉米粒在採收後很快就殺青冷凍，等於把糖分凍結在最甜的狀態。很多人吃冷凍玉米粒，覺得比市場買的玉米還甜，不是錯覺，也不是加了糖，純粹是採收到冷凍的時間差，替它留住了本來就有的甜。營養方面，玉米含有葉黃素和玉米黃素，這2種正是視網膜黃斑部最需要的營養素，它們是脂溶性成分，非常耐冷凍，保存幾個月幾乎不流失。對常常覺得看東西霧霧的熟齡朋友來說，冷凍玉米粒是很方便的護眼食材，煮湯撒一把，炒飯拌一把，燙青菜配一把，輕輕鬆鬆就吃到。不過有一件事要提醒，在營養學的分類裡，玉米不算蔬菜，它跟白飯地瓜一樣，屬於全穀雜糧類，也就是主食。有在控制血糖的朋友，吃玉米的時候記得跟飯互相替換，大概半根玉米或半碗玉米粒就相當於1/4碗飯的分量，這樣血糖才不會不知不覺超標。第5種，藍莓。嚴格說，藍莓是水果，但它太值得放進這份名單了。藍莓最出名的營養是花青素，集中在那層深紫色的果皮上，是很強的抗氧化植化素，對眼睛和血管的保養都有幫助。新鮮藍莓在台灣幾乎都靠進口，從美洲或紐澳坐了10幾天的船，或是搭飛機空運櫃上架櫃，而且它非常嬌嫩，冰箱放個幾天就開始軟爛、出水、長霉，常常一盒還沒吃完就丟掉半盒，等於花新鮮的價錢，吃到的卻是路上耗損好幾天的果汁。冷凍藍莓通常是在產地完熟採收後直接急速冷凍，花青素這類多酚成分相當耐凍。檢測發現，冷凍藍莓的花青素保留得很完整，甚至有研究觀察到，冷凍造成的細胞壁破裂，反而讓花青素更容易釋放出來，被人體吸收利用。價格上，冷凍藍莓常常只要新鮮的1半不到，
早上打豆漿、拌優格加燕麥粥，隨手抓一把就有，天天吃也不心疼，划算又方便。血糖偏高的朋友也不用完全戒掉。藍莓在水果裡算是升糖比較溫和的，一天抓個半碗當做一份水果，配着無糖優格吃是很好的點心選擇。這5種之外，賣場常見的冷凍混合蔬菜包也順便講一下。很多人對三色豆有偏見，其實裡面的豌豆仁、玉米粒都是不錯的食材。紅蘿蔔丁裡的胡蘿蔔素又是耐凍的脂溶性營養素，拿來炒蛋、煮鹹粥很方便。重點是把它當成配角補充，不要拿來取代所有蔬菜就好。還有冷凍秋葵、冷凍四季豆，這些處理原則跟今天講的一樣，都可以放心利用。順帶一提，香菇、金針菇這些菇類也很適合買回來自己分裝冷凍。冷凍會讓菇類的細胞壁破裂，煮湯的時候鮮味成分反而更容易釋放出來，湯頭更甜。這是日本主婦圈流行多年的小撇步。5種都講完了，接下來教您怎麼挑、怎麼用。這裡面有幾個關鍵動作，做對了才不會把省下的營養又浪費掉。挑選的時候，第一個動作，用手捏一捏袋子，品質好的冷凍蔬菜摸起來應該是一顆一顆、一朵一朵鬆散，分開的咬起來會沙沙作響。如果整包結成一大塊硬磚，或是袋子裡有厚厚的霜，很多冰屑，就表示它在運送或儲存的過程中曾經退冰又重新凍結，品質已經打折，細菌也可能趁機繁殖過，這種就直接放回去。第二，看包裝是否完整，有沒有破洞漏氣，順便看有效期限和保存標示。正規產品都會注明要保存在攝氏零下18度以下。第三，觀察賣場的冷凍櫃，冷凍櫃內側都有一條裝載線，如果商品堆得超過那條線，最上面幾包的溫度其實是不夠的，盡量拿下層的。第四，逛超市的時候，冷凍食品要留到最後再拿，結完賬就趕快回家，最好帶個保冷袋，一到家馬上放進冷凍庫，不要讓它在機車踏板上曬太陽。第五，想支持本地農民的話，可以認明包裝上的產地標示。台灣自己生產的冷凍毛豆、冷凍青花菜其實不少，有些還有產銷履歷或 CAS 標章可以追溯來源，買起來更安心。買回家之後，自己家裡的冷凍庫也要顧好，溫度確認轉到最冷段或攝氏零下18度，東西不要塞到9分滿以上，冷氣才循環得動。開門拿了東西就快關，這些小動作都是在幫您守住袋子裡的營養。開封過的袋子，把空氣壓出來再夾緊，可以減少食材表面凍燒發白的情形。使用的時候，請記住一個大原則，大部分的冷凍蔬菜根本不需要解凍，直接下鍋就對了。冷凍青花菜、玉米粒、毛豆仁、菠菜，通通可以免解凍直接煮，滾水燙個1、2分鐘，或是直接下鍋炒，靜電鍋蒸都可以，因為它們在工廠已經燙過半熟。煮太久反而軟爛又流失營養，最忌諱的做法就是拿出來放在流理台上慢慢退冰。一來室溫解凍容易讓細菌繁殖，二來退冰流出來的水會把水溶性的維生素一起帶走，營養白白流失，口感也變得軟趴趴。如果真的需要解凍，正確的做法有2個：前一天晚上移到冷藏室低溫慢慢退，或是用微波爐的解凍功能快速處理。這2種方式都能避開細菌最愛的危險溫度帶。帶夾的冷凍毛豆想當點心吃，可以前一天晚上移到冷藏室慢慢退冰，或是直接滾水煮3分鐘撈起來。冷凍藍莓可以直接丟進果汁機打豆漿。想單吃的話，室溫放5到10分鐘，口感像冰沙一樣，反而好吃，不必退到全軟。最後一個提醒，退冰過的冷凍蔬菜不要再放回冷凍庫重凍，一次拿1餐的量就好，所以買的时候可以優先選夾鏈袋包裝，或是回家自己分裝成小袋。分量上給您一個簡單的參考，衛福部建議成年人每天至少3份蔬菜，一份大約是煮熟後半碗的量，用冷凍蔬菜換算很好抓，煮熟的冷凍青花菜或菠菜裝滿半個飯碗，就是一份早中晚各湊半碗，一天的蔬菜量就達標了，比您想的容易得多。當然，凡事講公道，
不是所有蔬菜都適合冷凍，有些還是乖乖買新鮮的。好，判斷的訣竅很簡單，含水量越高，越是吃脆度口感的，越不適合冷凍。像小黃瓜、番茄、萵苣這些生菜類，含水量高達90%以上，冷凍的時候冰晶會把細胞整個撐破，一退冰就軟爛出水，變成一灘菜泥，完全沒辦法吃了。這也是為什麼賣場裡根本找不到冷凍小黃瓜這種東西，還有台灣人最常炒的高麗菜、小白菜、空心菜、A 菜這些葉菜，吃的就是現炒的清脆和香氣，冷凍之後口感差很多。而且台灣本地葉菜產地近，周轉快，早市買到的常常是前一天傍晚才採收的，是真材實料的新鮮，價格也親民，這一類就沒有必要買冷凍的。另外像白蘿蔔、竹筍這類根莖筍類，冷凍後纖維會變得又粗又韌，也建議買新鮮的當季貨。簡單一句話記起來，吃口感的買新鮮，吃營養成分和求方便的冷凍就很好。兩邊搭配着，用冷凍庫常備幾包毛豆、菠菜、青花菜當保險菜，冷藏放當季葉菜，天天輪奏吃。台風天、懶得出門的雨天、菜價飆漲的日子，家裡照樣餐餐有青菜，這才是聰明的買菜法。最後，我們來算一筆實實在在的菜錢。就拿青花菜來說，新鮮青花菜平常一顆大約50元上下，遇到台風過後或是寒流來，一顆漲到100元以上是常有的事。而且買回家還要切掉粗梗，剝掉外葉，真正吃進肚子的大概只有70%。冷凍青花菜一大包900公克，常常100元上下就買得到，整包從頭到尾都能吃，沒有一點浪費。換算下來，每一口的成本常常不到新鮮的一半。而且台風天、過年前菜價最亂的時候，它照樣是這個價，穩穩的躺在冷凍櫃裡等您。毛豆也一樣，市場帶夾毛豆，買回家又剝又挑，冷凍毛豆仁開袋即用，價格還更穩定。菠菜也是，冬天盛產的時候一把很便宜，沒錯。可是到了夏天，台灣平地種不了菠菜，市場上一把貴又小，冷凍菠菜卻是一年四季同一個價。夏天吃菠菜，冷凍的反而是首選。差距最大的是藍莓，新鮮進口藍莓一小盒125公克，動輒100元起跳。冷凍藍莓1公斤裝，常常300多元就買得到。同樣的預算，可以吃到3倍以上的量。還有一筆隱形的賬更該算，新鮮蔬菜買多了放到黃掉爛掉，整把丟進廚餘桶。有營養師估算過，家庭丟掉的生鮮蔬果常常佔買回來的2-3成，那才是最貴的浪費。尤其家裡只有夫妻2個人，或是一個人住的朋友，新鮮蔬菜一買就是1把1顆，常常吃不完，冷凍蔬菜要煮多少倒多少。對小家庭來說特別友善，冷凍蔬菜可以放好幾個月，想吃多少拿多少，1塊錢都不會丟掉。我們粗略算一下就好，假設一個家庭1個星期買2次青花菜和1包藍莓，改買冷凍的，每個星期省100元，不算誇張。1年52個星期下來，就是超過5000元。這還沒算進丟掉的廚餘和台風天的漲價。對靠退休金過日子的朋友來說，這筆錢拿去繳水電、添件冬衣，不是更實在嗎？省錢和顧營養，這一次真的可以同時做到。所以回到一開始站在冷凍櫃前面的那個猶豫，現在您知道了，冷凍蔬菜不是次級品，而是用另一種方式保存的產地直送。毛豆、菠菜、青花菜、玉米、藍莓這5樣，放心買冷凍的，營養不輸給新鮮，價格常常只要一半。高麗菜、小黃瓜、番茄這些吃口感的，繼續買新鮮的。挑的時候捏一捏，看看有沒有結霜。煮的時候免解凍，直接下鍋。退過冰的不要重凍。下次再站在冷凍櫃前面，您不用再猶豫，可以很篤定的把那一包放進購物車，因為這一次您很清楚自己在買什麼，省下來的是錢，留住的是營養。